有觀眾問我 DXN 的護城河到底是什麼？還有一個更現實的問題，現在你晚上躺在沙發，打開 Shopee， 甚至是拼多多，手指滑2下拿滿優惠券，隔天包裹可能已經放在門口。DXN 為什麼到今天還需要這麼多會員幫他賣東西？更有意思的是 DXN 不但沒有被電商淘汰，公司公開資料顯示，它的全球註冊網絡已經超過2000萬人，覆蓋180多個國家。地圖從本地一路排到拉丁美洲、中東、歐洲和非洲，這張網確實很大。可是截至2027年第一季度 ，Revenue 跌了 7.5%， Profit 更是跌了 20.8%。所以今天真正要看的不只是直銷會不會被電商取代，而是 DXN 花了30多年鋪出來的這張全球銷售網絡，到底是一條護城河，還是一套越來越貴的銷售系統？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搞懂 DXN 到底怎樣賺錢。很多人一講 DXN， 第一反應就是賣靈芝的，就因為它是世界最大的靈芝傳銷公司。其實沒有這麼簡單。DXN 自己種植和採購部分原料，再做成 supplement、靈芝食品、咖啡、個人護理等等，然後通過全球的會員和經銷商賣出去，這才是他真正的主業。2027第一季度 DXN 做了443 million 的 revenue， 裡面有 98% 都是健康和保健消費產品貢獻的。旅遊、咖啡館和其他小業務合計只貢獻大約 8.4 million 的 revenue， 所以目前確實不是主角，負責養家的還是健康和保健產品。真正特別的是他賣東西的方法，想象一下，下午3點又是下午茶的時間了，你的女同事撕開一包 DXN 咖啡，熱水一沖，咖啡味慢慢飄出來。剛好今天她眼睛有屎，覺得你特別帥，他順手把一包放到你桌上，跟你講，這個我喝很久了，你拿一包回去試。你試了覺得不錯，再問下去才知道，如果註冊會員，以後買東西有會員價格。如果你自己也介紹給別人，甚至慢慢建立團隊，個人和團隊產生銷售，還可能拿到獎金和其他獎勵。所以 DXN 做的不只是找顧客，他會把一部分顧客慢慢變成幫公司找下一批顧客的人。DXN 最理想的狀態是上一位顧客順便把下一位帶進來，這個飛輪一旦轉起來會越來越省力，轉不起來大家就只能一起推。公司賺產品的錢，再把一部分銷售價值回饋給這張會員網絡。所以 DXN 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為什麼這麼多人願意長期留在這套系統裡面，繼續買繼續賣？這就來到重點，很多人看到 DXN 有超過2000萬的全球註冊網絡，就直接說這就是護城河。我覺得沒有這麼簡單。今天如果有富婆看上你，跟你說小心肝，我送你一間工廠，再給你一筆錢。所以真的要做一款靈芝咖啡，其實真的不難做到，只是沒有富婆看上你而已。當你把包裝設計好，找代工廠，產品很快就可以出來。但是產品做好以後，富婆再跟你講，你現在拿着這包咖啡從馬來西亞出發，跑到秘魯、墨西哥、土耳其、印度，每到一個地方，你都要找到一批人願意試產品、介紹產品、培訓新人、建立團隊，還要長期留在裡面賣貨，這個就不是幾個月可以變出來的。工廠可以用錢堆出來，跨國關係網就不是今晚投入錢，明天就送到。有些人本來只是消費者，後來註冊會員，會員自己買有會員價格，介紹別人買，團隊產生銷售，還可能拿獎勵。不過這裡必須把兩種人分開，如果只是為了自己買便宜一點的普通會員，今天不喝 DXN， 明天換另一個牌子，離開成本其實不高。真正有較高離開成本的，是已經經營客戶和團隊，而且獎金資格跟團隊銷售掛鈎的活躍經銷商。對這些人來說，離開 DXN 不只是換一包咖啡，還可能同時放棄多年累積的團隊位置，
客戶關係和獎金資格。所以經銷商經營的網絡越成熟，離開的經濟成本通常越高。而且 DXN 還有第二層優勢，就是它越來越多東西自己掌握，從原料、種植、加工、生產再到銷售，它都盡量自己控制。舉個例子，如果你賣咖啡，但是咖啡豆全部跟外面買，國際咖啡豆價格一漲，供應商依然堅持他們的原則，你的 margin 不是他的煩惱，你還是要買。供應商缺貨，你也只能等。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DXN 現在就在馬來西亞、巴西、玻利維亞發展自己的咖啡種植園。公司在最新財報也講得很清楚，等這些種植園成熟以後，希望更多咖啡豆可以自己供應，減少對第三方供應商和國際咖啡豆價格的依賴。所以 DXN 真正難複製的不是一包靈芝，也不是一杯咖啡。靈芝別人有，咖啡別人也會做。真正難複製的是產品後面那張全球銷售網絡，再加上一條越來越完整的供應鏈。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銷售網絡和會員粘性，然後才是垂直整合。但是這裡馬上出現一個問題，以前很多產品真的要靠人介紹，靠人帶貨。現在手機拿出來，你要靈芝咖啡，要膠囊還是粉末的，幾十個牌子直接排在同一個屏幕上。護城河最怕的不一定是跟你同一個維度的競爭對手，有時候是消費者直接打開電商貨比三家。那這張銷售網絡還有以前那麼值錢嗎？我的看法是有影響，但是影響程度不足以完全取代 DXN。 為什麼這樣說？因為我們要先分清楚兩件事。電商解決的是你買什麼怎麼買，直銷解決的是你為什麼買這個牌子。比如你今天打開 Shopee search 靈芝咖啡，幾十個選擇直接排在你面前，要買很容易而已嘛，折扣券拿滿再付款，然後等 parcel 到而已。但是為什麼 DXN 的產品還是有人買呢？這個時候人和人的關係就有作用了。可能是你同事喝了幾年，一直跟你講，你媽媽又說她朋友的鄰居的阿姨也在喝，你聽了這麼多人講，自然會想，要不我試一下。你加入會員以後，長期買可能還有會員價格，如果再介紹給別人，還有機會獲得獎勵。所以 DXN 賣的不只是產品，它把人和人的信任也變成銷售渠道的一部分。這也是為什麼我不覺得 Shopee 會突然把 DXN 這套模式一刀砍掉。DXN 自己也已經有網上系統和應用程序，會員可以線上購買，也可以管理自己的團隊和獎金。也就是說，它不是在拒絕電商，反而是把電商工具放進自己的直銷體系裡面。以前可能是會員介紹產品，再幫你處理訂單，現在可以變成會員負責介紹，建立信任，你真正要買的時候，自己手機下單。但是電商確實帶來一個新的威脅，以前朋友介紹 DXN， 你可能直接買。現在朋友介紹 DXN， 你第一件事可能是等下我先電商看看，結果 App 一開，跳出來幾十個牌子和種類，這個便宜一點，那個評價接近5星，另外一個9月9還有折扣。突然之間競爭環境就不同了，電商不只是讓買東西更方便，它也把所有競爭對手一起擺在消費者面前，價格更透明，評價更透明，成分也更容易比較，所以電商未必會消滅 DXN 的會員網絡。講到這裡，這張有2000萬會員的網絡到底還好不好用？我們不能只看會員人數，還是要看這些會員有沒有繼續幫公司賣到貨。DXN 最新一季的成績其實不算漂亮， Revenue 做到443 million， 比去年少了 7.5%。 Profit 更明顯，從 73.9 million 跌到 58.5 million， 少了 20.8%。 Profit Margin 也從 15.4% 掉到 13.2%。 簡單講就是貨賣少了，利潤跌得更快，這樣的成績很難讓人放心。所以問題來了，為什麼利潤跌得比 Revenue 還快？
你可以想象一間媽媽檔，今天客人少了 10%， 但是店租還是要給，員工站在打蒼蠅，他的薪水你還是要出，飲料一樣要10天。DXN 也是一樣，這一季 revenue 掉了一點，但是很多固定營運成本沒有同比例下降，同時公司還在花錢擴展上游和下游業務，所以 margin 就被壓下去。那是不是代表直銷模式開始不行了？現在下這個定論還太早了。不過這裡必須把去年同季度和上一個季度拆開來看，因為管理層給的是兩組不同解釋。管理層的解釋是，中東市场這一季出貨比去年同一季度少，主要是當地外部分銷商補庫存的時間不同。但是公司同時表示，中東的底層需求仍然有韌性。另外，這一季比上一季也差，原因是一些主要市場之前準備漲價，客戶已經提早拿了一批貨，所以現在手上的庫存還比較高，不急着馬上補。非洲市场這一季也比較弱，就好像雜貨店上個月已經一次拿了10箱咖啡，這個月當然不會再拿10箱，不一定代表生意差。如果10箱已經賣掉8箱，只是下一批貨還沒下單，那只是補貨時間的問題。但如果10箱只賣掉2箱，倉庫還有8箱，那問題就不是補貨慢，是消費者買慢了。所以要留意接下來幾個季度的表現很重要。不過它的 cash flow from operation 就美美，這一季有 74.3 million， 反而高過去年同期的 54.7 million。原因在於這一季賒賬減少了 8.5 million， 同時延遲付給供應商的 17.2 million 都幫了 cash flow 一把。Inventories 雖然還是增加了 17.7 million， 吃掉了一些現金，但比去年同期少增加大約 4.7 million， 所以拖累也沒去年那麼大。至少不是那種賬面有 profit， 結果 cash 一滴都沒有。真正亮黃燈的是增長和 margin， 不是現金流。目前 margin 疲憊， DXN 自然沒打算坐以待斃，等銷量自己回來。他現在其實正在做一輪很大的擴張，第一個當作是大幅增加產能。DXN 正在馬來西亞、摩洛哥、秘魯建設新的生產設施，尼泊爾的工廠也在擴產。馬來西亞這邊最有畫面的就是吉打黑木山新廠，一塊 26.6 英畝的地，第一階段規劃7座生產區、10座倉庫和1座研發中心，投資額是140 million， 目標是在2028年3月投產。這些產能預計從2027到2028財年陸續投入，等全部完成以後，公司預計總安裝生產能力會比現在增加大約 500%。我知道 500% 聽起來很嚇人，但這裡千萬不要自動翻譯成 profit 也會多 500%。你今天開5間新餐廳，不代表5間都會坐滿，廠房只是準備好了位置，最後還是要有人買。所以真正的催化劑是新廠建好以後，訂單有跟着變多， revenue 就可以跟着上來了。第二個動作是把工廠放得離客戶更近，這個也不難理解。公司表示，未來馬來西亞製造集群仍會供應全球大部分產品種類，而秘魯、玻利維亞、摩洛哥這些區域工廠則負責服務更靠近當地的市場。想象一箱咖啡從亞洲工廠出來，先裝進集裝箱，送到港口等船，再跨過大海排隊清關，之後進入當地倉庫，最後還要坐羅里送到經銷商手上。這一路就好像西天取經一樣繁瑣，每多一站，交貨時間和運輸成本就多一層不確定。船費漲了，公司自己承擔；港口塞了，公司有心無力；貨送不到，經銷商也沒東西賣。現在如果生產可以更靠近當地市場，運輸距離變短，交貨可能更快，成本也有機會下降。貨少一點，坐船環遊世界，對交貨速度和成本通常都是好事。所以這些新廠不只是為了做更多產品，也是為了讓這張全球銷售網絡跑得更順。第三個動作就是剛才講的咖啡豆。
DXN 現在在馬來西亞、巴西、玻利維亞發展咖啡種植園，為什麼？因為以後如果自產比例提高，公司就可以少一點被外面的咖啡豆價格和供應商牽着走。所以你會發現 DXN 接下來做的事情其實都圍繞同一個方向，一邊把生產能力做大，一邊把供應鏈握得更緊。從經營邏輯來看，如果需求真的跟上，產能使用率提高，運輸和採購成本又受到控制， Revenue 和 Margin 才有機會一起改善。但是反過來，如果工廠開出來，貨卻賣不動，那就是股東最後負責養那些資產。不過這套模式也不是沒有風險的。首先，超過2000萬的註冊網絡很大，但註冊不等於活躍。如果裡面很多人只是偶爾自己買，甚至完全不 active， 那2000萬聽起來很漂亮，對 revenue 幫助卻未必那麼大。第二是產能開得比需求快，全部擴產完成以後，生產能力預計可以增加大約500%。但你想象一下，一間餐廳本來100個位置都沒有坐滿，現在直接擴成500個位置。如果客人沒有跟着增加，多出來的不是 profit， 是固定開銷，比如電費、員工薪水、折舊等等。第三個風險，電商讓 DXN 的產品越來越容易被比較，這將會削弱經銷商原本掌握的信息優勢和推薦權。以前可能朋友介紹 DXN， 你就直接買。現在朋友介紹以後，你會先上網看，就只是多了這一個動作。DXN 面對的競爭已經完全不同，所以未來它不能只靠有人介紹，產品本身也必須經得起價格、評價和替代品的比較。所以回到觀眾最開始的問題，我認為 DXN 真正的護城河是那套真正難複製的，它用了30多年。把產品、供應鏈還有全球會員銷售網絡綁在一起。電商暫時不會直接取代這套模式，但是它會逼 DXN 回答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問題：當消費者選擇越來越多的時候，為什麼最後還是要買你的產品？你是 DXN 的消費者嗎？分享一下為什麼你會買 DXN 的產品。這是我答應其他觀眾要 cover 的公司。如果我的視頻對你有用，記得 like and share，我們下期見。